1943年，一个转折点性的时刻在医学领域闪亮登场。那时，战争笼罩了全球，各国人民为了生存与胜利而奋斗。与此同时，在一个相对平静的实验室内，一个可能改变世界的医学奇迹正在酝酿。在美国罗格斯大学塞尔曼 ·A· 瓦克斯曼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凭着对知识的渴求、对未知的好奇以及对为人类带来更好生活的坚定信念，致力于对一种特定细菌的研究，希望从中找到对抗可怕疾病的办法。在那个年代，肺结核可谓是一个让人闻风丧胆的疾病，患有肺结核的病人经常遭受长时间的痛苦，而当时的医学界也束手无策，缺乏有效的治疗方法，许多家庭因此受到重创，无数人在此病魔手下失去了生命。因此，找到治疗肺结核的方法成了那个时代的紧迫任务。罗格斯大学的这个实验室，凭着科研人员的智慧与坚毅，经过无数次的尝试与失败，终于在革兰氏阳性放线菌灰色链霉菌培养液中分离出了一个神奇的物质链霉素。这一发现不仅为肺结核的治疗开启了新的篇章，而且成为了抗生素领域的一块里程碑。当链霉素被成功的用于治疗肺结核时，整个医学界为之震撼。难以置信的是，这种之前被视为无药可医的疾病，现在竟然有了治愈的希望。从此，链霉素开始被广泛应用，不仅救助了无数病人，也为医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与思路。结合上述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个小小的实验室的努力如何可以为全人类带来福祉。此外，这一药物奇迹对现代医学的影响也不容小觑。但是，链霉素背后的故事，以及它如何与今天的 YouTube 标签关联，可能会令人感到意外。这些标签，例如肺结核、抗生素、罗格斯大学、瓦克斯曼，都是怎么样的呢？在下文中，我们将进一步探讨。随着链霉素的出现，人们对于抗生素的理解和接受度逐渐加深。不过，与此同时，一系列有趣的现象也逐渐浮现。就拿我们之前提到的 YouTube 标签为例，在数字化时代， YouTube 已成为许多人获取信息、学习和娱乐的主要平台。让我们想象一下，如果1943年的这一药物奇迹在当今被上传到 YouTube， 它背后的标签又会是什么呢？首先，肺结核这一标签无疑会吸引众多的点击，这并不仅仅是因为肺结核在当时是一个让无数家庭痛苦的疾病，更因为现代人对这一曾经的致命疾病充满了好奇。很多年轻人可能都没有经历过这种疾病的恐惧，但他们渴望了解过去的历史，渴望知道他们的前辈是如何与这一疾病抗争的。然后是抗生素这一标签。对于21世纪的人们来说，抗生素已经成为了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是，很少有人真正了解这些药物背后的历史和科学原理。通过点击这一标签，观众可以进一步了解链霉素的发现过程，以及它在医学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再来看罗格斯大学这一标签。作为美国的一所著名大学，罗格斯大学不仅培养了众多的学术精英，也为世界科研领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通过这一标签，观众可以深入了解这所大学在链霉素发现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它在其他科研领域的成果。最后，瓦克斯曼这一标签会为观众展现出一个伟大的科研者的形象。作为链霉素发现的主要贡献者，塞尔曼 ·A· 瓦克斯曼为人类医学史书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的故事不仅仅是对于科学的坚持和热爱，更是对于人类健康与生命的高度尊重。当然，这只是一个设想。如果1943年的链霉素真的在 YouTube 上发布，背后的标签可能远不止这些。但这正是数字化时代给我们带来的魅力。每一个标签都像是一个入口，通向一个全新的世界，让我们能够更深入地了解过去，感受历史，从而更好地把握未来。总之，无论是1943年的链霉素发现，还是今天的 YouTube 标签，背后都隐藏着一个共同的主题探索与认知。正因为有了这种不断探索的精神，我们人类才能够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前进，不断创新，为自己创造出更好的未来。回顾历史，每一个伟大的发现或创新，无论其在当时的影响如何巨大，
总会随着时间流逝而逐渐淡化在人们的记忆中。就如链霉素在1943年的那个时刻，它凭借其对抗肺结核的强大功效，为无数的患者带来了生的希望。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医学的进步和新的药物的出现，链霉素在人们眼中的神奇地位已经逐渐被取代。这也许是科技进步与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规律。然而，正是因为这样的规律，我们更应该珍惜并传承那些曾经改变了历史进程的时刻。每一次的创新和突破都是基于前人的研究和探索。就如今天的我们，能够在 YouTube 上随意搜索、获取并分享知识，正是因为有那么多先驱者为我们铺就了道路。而在未来，也许我们现在认为的先进科技，也会成为历史的一页，被后人超越。那么，如何让这些宝贵的历史记忆不被遗忘，成为我们文化传承的一部分呢？也许我们可以从数字化时代的一个现象中找到答案。今天，无论是音乐、电影还是学术研究，都可以通过数字化的方式被永久保存，供后人研究和欣赏。正如我们之前提到的 YouTube， 这个平台不仅仅是一个信息分享的工具，更是一个巨大的数字化档案库，保存着人类文明的每一个瞬间。而对于我们每一个普通人来说，也许我们不能亲自参与到这些伟大的发现和创新中，但我们可以通过学习和传承，让这些宝贵的历史记忆在我们的心中延续下去。每一次点击，每一次分享，都是对前人努力的一次致敬。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鼓励年轻一代更加珍惜这些资源，培养他们对历史的尊重和对未来的憧憬。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面临着无数的选择和机会，但也存在着被浅尝辄止、被琐碎信息淹没的风险。正因为如此，我们更应该学会筛选，学会深度思考，不断追求真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这个快速变化的世界中，找到真正的方向，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回首1943年的链霉素，它不仅仅是一个药物，更是一个时代的记忆，一个科研者坚持不懈，为人类健康而努力的见证。而对于我们来说，无论身处哪一个时代，都应该怀有对知识的敬畏，对历史的尊重，不断追求更高的境界，为人类文明的进步做出自己的贡献。